本期我将带你品尝中国从南到北各种汤粉面特色美食。走那边的哦。大门口的橱窗里有一个师傅在展示制作手擀面。为了使面条口感筋道爽滑，面团要经过反复的揉捏与擀制，直到达到理想的厚薄，用刀切成同等宽度，再抻拉上剂。汪曾祺在小说里写过醋卤面，一座醋卤，半条胡头卤闻见香。这碗以醋为魂、卤香做底的拌面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酸香，直冲鼻息，在喉间化开，从舌尖一路舒展到胃口深处。那一刻的清爽，解决旅途的疲惫，有滋有味。趁着夜市还没有完全摆摊，先尝尝这家的菠菜面。其他食客点了扯面。辣椒要不？菠菜的啊。这是啥酱啊？这个上面，这你啥酱？那这是牛肉了啊？那是个虾。不是孜然胶馍。孜然胶馍吧？牛肉的吗？有，你看一下牛肉的。谁的还是肉炒的？我知道你两个。他们家的菠菜面，面条劲道有弹性，菠菜的清新味道融入其中，绿油油的，超级有食欲，而且配料丰富，牛肉真的很大颗，量也不少。炖得酥烂入味，搭着土豆丁，口感一流。这个面都全面了，是吧？
西安人对面条向来是有讲究的，在放调料的时候，他们还喜欢往面里多放一点醋，以至于吃起来有些带酸。当被油激发碰撞出来的香酸与面条融合在一起时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都不能，两个都不能。这个有我们的。有两二不要辣椒油。我给他了，我收的是，我拿钱，孩子们收的，再上3万再走。这家小吃店还保留着老式的饸饹床子，现压现卖。这是气压的是吧？对，这省劲儿。饸饹在石家庄的镇定县和无极县均已成为特色饮食。加入用纯羊油熬制的辣椒和鲜香味美的羊肉汤，荞麦饸饹的香味扑鼻而来，面条吸到嘴里，劲道而不失柔滑，刚中带柔，嚼制的有劲，独特的香味让人异常难忘。有微信收看3选牛肉的，带走啊！哎，要一屉带走，12。辣椒鸡蛋。辣椒来点。辣椒来点。有。来加豆皮，加鸡蛋。鸡蛋豆皮儿。有个酱。来几个就行。酿皮是面粉制的食品，和凉皮是不一样的。淋下的酿皮色泽晶莹黄亮，半透明如玉。哎，好，现在城市取这个啊，面积到40。把酿皮切成长条状，再加上香醋、蒜汁、辣椒油等料汁，酸辣凉爽，柔韧可口，四季皆宜，在大街小巷内随处可见，很受人们的欢迎。在这嘈杂的市场中，一碗面就是可以抚慰人心的港湾。老汤拉面作为一种融合多家所长的饮食方式，流传至今，被无数人喜爱。下去，来这边我先给做。在这儿。对。好的，过来。再来快一点。
浓厚的汤底，滚烫的面条，热气腾腾，带给人味蕾上最初的那种温暖。卤蛋、香肠、豆制品，丰俭随人，配上绿色的小葱和香菜点缀，色香味俱全。来，从这边扫钱来。对，给他说，谁这边？一样，这边扫一样啊。这边谁的面？这边还有我大点不给了，还有车子，车谁的面后边？48不要走，48这个。别着急，还没收。我知道，别着急。48。我是不是缺他这儿？刚才有一个。有一个小伙子，有一个。我在这儿。来，不是，刚才那个小伙子，在左边那个。我知道，稍等哈，后面还缺的。白碗，大姐。老板，那边多少钱一碗？11块钱。白还继续白，这后面都要白碗。下面还缺点。来2碗啊。4碗面44加那个4盘18还有别的吗？没别的。你是从兰州过来的吗？从兰州过来的。对。拉面。2块24，加一个水是吧？28。今天都全家出来了。今天忙了。今天过节人多点。慢点啊！恭喜收看23转。刀削面可以说承载了山西人的灵魂，削面全凭刀削，面如柳叶，中厚边薄，棱锋分明。师傅用特制的刀片把面削进滚开的热水里，煮熟后浇上浓香四溢的浇头，有炸酱卤的，有西红柿鸡蛋的，还可以另外加卤豆腐。没吃过沙茶面，怎么能算来过厦门？有声沙茶面的汤底，那叫一个浓郁，汤的颜色看起来红亮诱人。你可以自己选配料，海鲜、鱼丸、猪杂，想吃什么加什么。猪肝海蛎丸子是吧？还要别的吗？豆腐猪肝海蛎丸子是吧？别的不要了啊。那你这样30，猪肝海蛎丸子30。修蛋条，来，猪肝海蛎丸子，要沙茶。要沙茶，来，那个你的，来，你要什么？2碗上面要加什么？加这个丸子，还有呢，鱿鱼啊。不要加你啊，那你这样别的加点豆腐要吗？你这样。香肠海蛎大肠，你要米血海蛎大肠。那你大肠鸭血丸子还要别的吗？啥别的？那你这32，要32，猪肝鸭血大肠丸子32。
32元。哇，3万！方便问他加什么？80，好的，要60啊，好的，倒多少一点没？没有，80 61的啊。来，这碗你的。碱水面灌满了浓稠的沙茶汤，嗦一口，花生酱的香，海鲜的甜，还有一丝丝辣味儿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鲜捞是融合了当地丰富的海鲜资源和传统烹饪的特色海鲜小吃。这家小店每到饭点儿就座无虚席。在这碗鲜捞中，我读懂了福州人与海的深厚情缘。从蠕动的章鱼、活蹦乱跳的鲜虾，到各种荤素海鲜，丰富又新鲜。每种海鲜都放入沸腾的高汤中焯熟，经过长时间熬制的汤头，清澈中蕴含丰富鲜味，是鲜捞的灵魂。少再来一份，今天要几条？1条，还有呢？豆腐来2份，还有呢？1条2条10块。然后面呢？蛏子、牛肉、骨髓、鱿鱼和那个这个章鱼吧，章鱼整只了啊？鱿鱼呢？啊，鱿鱼章鱼哈？啊，对。这一只30可以接受啊？可以。那个玉米笋，上面有拿啊。然后是那个鱼粉、鱼面还是？鱼面是吧？啊，鱼面好。 6块钱哦，上面都有价格，在那个价格表上面都有。我们还有这2个是你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姐，你要加什么呀？这是谁的？我的了。我知道你加了。我没有加，我没有海带。我有海带，那你是我的了，这是我的了。这有海带呀。啊，请还有1碗没海带，这个是哥的，没错没错，这是我的，还有1碗是你的，没海带的。这个是有别的海带。我点了一份综合鲜捞，章鱼弹韧，蛏子肥美。 每一种海鲜都保留了最原始的弹性和鲜甜，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像烟花般绽放，味觉层次丰富，唇齿留香。在福州，梅芽博通常指的是花生汤店。据说这里的花生汤制作十分讲究，完美诠释了没吃过就不算到过福州的盛誉。 花生颗粒饱满，炖煮得十分软烂，汤头浓郁醇厚，香甜却不腻，几乎到了入口即化的程度。绵密的芋泥上面还淋了些许猪油，每一口都感到软糯顺滑，欲罢不能。这家30多年的老牌炖罐店以地道福州风味著称，点了经典的墨鱼筒骨汤，一碗浓郁鲜香扑鼻而来。 墨鱼的海洋鲜味与筒骨的醇香彼此交织，毫无油渣杂质，筒骨肉量十足且炖得软烂入味，搭配特色花生酱拌面，令人食欲大开，回味悠长。我要干，然后这个来一点，然后虾，差不多了，这个吧。那个情况就吧。 想体验厦门本地人的日常，那就必须来一套焗口拌面加生烫。拌面是灵魂，面条煮得刚刚好，捞出来拌上浓浓的花生酱和甜辣酱，酱料多到能把每一根面条都裹住，香得不得了。生烫是绝配，就是一碗现煮的汤，可以自己选料，猪肝、猪腰、鱿鱼、瘦肉、花蛤，想吃什么选什么，就在你面前。把新鲜的食材在滚烫的骨汤里涮几秒。 烫得刚刚好，鲜嫩爽脆，配着拌面吃，简直完美。
那你吃这个吗？吃这个吗？干嘛的？河汁就是敦煌人对杂烩最温柔的称呼。这碗汤味道特别有层次，有羊肉片、牛肉丸，还有灵魂夹沙。这个夹沙是鸡蛋和面粉做的，炸过之后再泡进汤里，吸满了汤汁，咬下去口感特别奇妙。本地的粗粉最能挂住汤汁，汤里的胡椒味很足，一碗下肚，立马额头冒汗。麦香和肉香在嘴里打架，那感觉就像从鸣沙山顶滚下来一样，满身疲惫却满心舒畅，别提多美了。你说吃不完。张掖的清晨是被牛骨汤的香气唤醒的。这里独特的小饭并非米饭，是把面片切成米粒大小的方丁。来，3小时蛋。对，这是学生碗。这道美食的精髓在于一锅浓郁的汤头，面丁劲道，粉皮滑爽，牛肉酥烂，被一碗鲜美的汤汁裹着，再用油泼辣椒加码一份热烈，一口下去，额头便沁出细汗，浑身都透着一份通透的舒坦。下来你多吃完了。这个有什么讲究吗？汤底是用牛肉汤底做的，而且不管是面筋、麻花还是里面的粉皮、牛肉包子，全是纯属的。只有张掖有，只有能在张掖吃到的早餐。哦，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。面筋本身淡而无味，切片后与粉皮、圆白菜同煮，用慢炖的牛肉汤打底。吃前把掰成段的麻花泡进去，带着油香，外软内脆，粉皮爽滑，面筋则吸饱了醇厚的汤汁，每一口都有汁水在口中爆开。随后是面筋本身弹滑又柔韧的咀嚼感，像是一个老人在讲旧事，是简单亲切的慰藉。这是张掖最老的国营饭店之一，来这里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顾客，他们吃的不仅是味道，更是一份怀旧的情感。外面，还有这个啊，有这个吧。这个。要中现在了，不等等。黄龙婆子那边呢？哦。
谢谢。招牌是狗不理包子和臊子面的黄金组合，包子皮暄软，白净，猪肉馅混合着葱姜的香气恰到好处。臊子面也延续着传统做法，面条翠绿诱人，每一口都是熟悉的老味道。孙记炒泡在本地人心中就是劲道的代名词，每到饭点时总是挤得满满当当。随便做啊，好了给你送过来。炒泡并非炒边泡，而是将面切成形似泡胀的寸段。多少号？78。小菜，这是炒泡，这是卤肉。出锅的炒泡油亮诱人，裹着浓郁的酱汁，咬下去弹牙爽韧。蔬菜鲜嫩可口，卤肉肥而不腻，再加上香醇的卤汤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。我点了套餐，要了姜皮，是种无酒精的饮料，偏甜，姜味不浓。在张掖的面食谱系里，搓鱼面无疑是最具形态美感的一种。在师傅们灵巧的手中，和好的面条被迅速而均匀地搓成两头尖、中间圆的小鱼。吃法分干拌、烩炒3种，我要了炒的。鱼儿面身滑嫩，却带着韧劲，细品散出淡淡的麦香。臊子的鲜汁裹在面外，牛肉的醇厚与蔬菜的甜润相得益彰。兰州人的早饭是牛肉拉面，趁着早上人少，先尝一家特别著名的老字号牛肉面馆。坐落在五一夜市一条街的德源纯汤牛肉面馆，开了很多年，每天来的都是老食客或者慕名而来的。据说兰州的每一家牛肉面馆都各有特色，有的面好，有的汤好。不过老饕都说，牛肉面的灵魂就是牛肉汤，这家店就主打牛肉汤，汤底浓郁鲜美。刚进门的柜台里摆满了各式小菜，清爽解腻，多加的牛肉丸也是这里脸。
好的。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端上来，香气扑鼻，让人垂涎欲滴。面条吸满了牛肉汤的鲜美，筋道弹韧，牛肉鲜嫩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浓郁的肉香和细腻的口感，仿佛在告诉你这就是幸福的味道。辣椒虽然看起来很红，但是那种重香不重辣的味道特别赞。据说他家的卤凉面和炒面也非常好吃，炒面口感弹牙，适合喜欢吃硬面的朋友。卤凉面是夏天好伴侣，卤汤里面有胡萝卜、油豆腐、番瓜、青菜，浇在凉面上，清爽解暑。牛面条套，配菜。这个猪肉的加点辣椒啊？不要辣椒，辣椒辣不辣？不辣。那少加点啊。油面风味独特，是山西面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地人把油面吃出了花。油面的制作灵活多变，可搓、推、擀、卷等颇多花样，也有蒸、炸、汆、烙、炒等数十个品种的加工方法。常见的就有窝窝、鱼玉、波面等，风味各有千秋。油面条条是油面加入热水烫好，和成面团，再擀成大面皮。吃的时候切条凉拌，加一筷子油面，饱蘸已调配好的汤料，类似米皮的吃法，但比米皮韧一些。入口很滑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少来一点啊。好嘞。面片煮好后，舀上一片大肉，2个丸子，灵魂是那一锅调制好的汤底。大肉片品质很好，一口下去，肉香满溢，肥而不腻，丸子鲜香，就是家常的味道。好像过了要面条，这片它就是片儿，不是条子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行了。春节还也开？春节也开。32、初1都开。都开，我们365天每天开。哦。没有不放假。哦。我们说大年初1可多人排上队吃。哦，大年初1人都。哦，大年初1有人吃面。嗯。香菜都要啊。啊，就这个肉汤。哦，这是肉汤。对，就是肉汤。好了。吃的时候加一点陈醋，汤鲜肉香，面筋道，满足感油然而生，实在美味。
刀拨面被称为山西4大面食之一，用的是特制的刀，刀的两端有柄，方便双手握刀，所以又称双把刀。师傅切面时速度极快，被誉为如万马奔腾，气势非凡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这一块我有可以。店家说过，油肉是按传统选用的猪肉。过油肉对于山西，就像锅包肉之于东北，小炒肉之于湖南。拨面的面叶呈4棱形，吃起来更加筋道。面条被炒到条条散离，条条入味，不干涩，不油腻。一口下去，2-3分钟就会见底。只是再想想，都会疯狂分泌口水。你要做好就上关几个？上关。那儿特色。你们答应了我吃这个了。山西忻州保德县偏关县河曲县。哦。胆豆面就是手工制作的豌豆面面条，豌豆面里还掺有面丹，也就是蒿子。它是一种野生植物的果实，有特殊的香味，遇水后具有粘性，会让豌豆面更加的爽滑筋道。胆好的面又薄又长，因此叫做长豆面。配制好的料汤，浇上肉卤，入口后独特的豌豆香气在口中蔓延，浓郁且醇厚，豆面柔滑，味感鲜美，有一种强烈的滞留性，是吃其他面条所无法感受到的新奇体验。它比较就是豌豆，碾成面，然后里边加了一种蒿子，蒿子的植物的种子，叫蒿子，我们本地叫面丹，啊，然后混合而成的。它这个低糖，关键是对这个血脂高、血糖高的人是最好的，而且好容易消化。我们老家是孕妇生了孩子的妇女，1个月都是吃这个豆面，坐月子
这也就是地道的山西忻州的杂粮面其中之一。哦。豌豆面。豌豆面荞面、糕面、玉米面、油面，这都是杂粮面。哦，就山西这个杂粮比较多。对，杂粮之乡嘛。对。尤其是忻州啊，号称杂粮之乡。哦。对。因为这个面在山西来说，民间已经很少了。民间很少。对，它做起来比较麻烦。哦。工序太多。所以说，也就是骨折里面有这个特色。哦。但是现在去忻州其他地方可能就吃不上。很少，几乎是没有。几乎没有。有也是那种就是那种已经掺杂着别的面混合而成的豆面，不是这是纯豆面。对。上点我们的灵魂老黑酱、麻花啊，香菜。这是油炝葱。这就是一碗地道的老百姓的手擀豆面，老家的吃法。好。把面2块都擀开，中间就是就揉光了就好了，就好擀。忻州独具魅力的美食，当属民间风行的包皮面，又叫夹心面，2层白面中间加1层杂粮面，又叫金果蝇。高粱面是没有粘性是吧？它有鱼皮面的嘛。还有鱼皮面在里头。这高粱面里边有鱼皮面。加上鱼皮面。用来制作包皮面的有红高粱面、荞麦面、玉米面，又叫红面包皮、荞面包皮、玉面包皮，是一种韧性较强的面条，将和好的2种面团包在一起，轻轻压扁，再用擀面杖把这个包好的面饼擀成一张薄薄的面片，切成面条煮熟即可。煮好的夹心面既有小麦的细腻，又有杂粮的精实。焦卤是已经熬好的肉臊子和西红柿鸡蛋，当出锅的面热气腾腾，红白相映，滑爽劲道，配上老陈醋，味道好极了。一大碗呼噜呼噜就下肚了。你儿媳了，我还是回去那哪里去？要不咱们再到那个李庄那边到。你要吗？这就可以一个。这是这高粱面。白面加的高粱面。
刚才要了。嗯。工行收款54元。刀削面可以说承载了山西人的灵魂。削面全凭刀削，面如柳叶，中厚边薄，棱锋分明。师傅用特制的刀片把面削进滚开的热水里，煮熟后浇上浓香四溢的浇头，有炸酱卤的，有西红柿鸡蛋的，还可以另外加卤豆腐、丸子等。这么一大碗10块钱，面条口感外滑内筋，软而不粘，在肉臊子的包裹下越吃越香，味道咸鲜，回味悠长，是许多人钟爱的美食。个肉下面2个鸡蛋，别炒。来，面好了。这5个面子5个分多。我跟你说。屉煎与刀削面、拉面、刀拨面并称为山西4大面食。刀拨面与屉煎都采用了拨的技法，但工具各有不同。刀拨面是用特制刀具边切边拨，屉煎则是用筷子边挤边拨，再加上和面技术不同，最终成品的口感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山西面食的最大特点是重技法，因此同样的浇头可以适应不同面食。西红柿酱、肉臊子成为山西各种面食品种的万能浇头。这个素的要摘辣椒不？有俩啊？有俩。有俩，谁也有俩？啊，不要吃了。不要这个颜色。这个这个。咱都是这个。就把3个肉。哦。那个粉料是什么？那个芝麻。芝麻哦。都要的哇？要辣椒不？要。片刻间，一大碗屉煎就端了上来，面两端细长，中间厚，软而有筋，美味可口。他们会早上会做早饭。面好了1碗。你也1碗？哦。1碗呢？够快了吗？饸饹古称饸饹或饸捞，自古以来就有吸引远近顾客闻香下马、知味停车之说。一进这家面馆，就会被那个超级大的饸捞床吸引住。放入凹槽中用力压成的荞麦面条，煮熟后捞入调好的特制醋汤中，浇上肉臊子。酸汤是葱姜山西醋搭配香料熬煮好的，散发着撩人心弦的酸香，包裹在细长的荞麦面条上，口感筋韧爽滑，清香酸香加上肉臊子的鲜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简直了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对。已支付收款20元。要是刷哪边？因为高粱面发红，所以忻州人把高粱面称为红面。为增加面团的筋道，添加了榆树皮磨成的榆皮面。揉好的面团使用擦子将面团通过小孔挤出薄薄的面片，形成独特的蝌蚪状面条，又称红面擦蝌蚪。这什么面？高粱面。高粱面。从高粱面或者一点鱼皮面。鱼皮面。啊。哦，还要插葫芦。它往下把那个面就顶下去了。哦。已支付收款12元。我这里还有肉臊呢，稍等一下啊。那你家那6个不要着急拿6个啊。嗯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。这种吃法在宋代《岁时广记·东京梦华录》中已有描述，是山西久负盛名的传统面食之一。舀一勺子擦尖，看着团团的面放进嘴里，顺滑又很有劲道，入口稍加咀嚼，便如蝌蚪游入味海。碗内整个汤底都是醋酸味，咸香带酸，特别开胃。喜欢吗？要哪种的噻？啊？要哪种的？就黑夹子。要几碗？1碗。1碗的。白的要一点，黑的要点个啥？1碗个啥？黑的多拿点。与豌豆凉粉相比，蚕豆凉粉的口感更加软糯爽滑，口感细腻，带有淡淡的豆香。蚕豆凉粉的精髓在于其丰富的调料，增加口感的层次。绳子不要用。啊？绳子也不要用。你早点跟我说，我放的话，好吃的。现在花椒油是的。有了花椒油放。
烧的烧了。烧的呀。2一个啊2。隆基的羊肉米线是马帮文化的活化石，羊骨与草果、砂仁同熬6小时，汤色乳白如洱海月华，米线滑入喉头如丝绸拂过，羊肉软糯带皮，胶质粘醇，鲜味裹着薄荷的清凉，似山兰骤降。要不要辣椒？好。面条还有1分钟。微信收款20元。干面的迷人之处在于筋，带点韧性，将所有配料与面条充分拌匀，酱香辣味融合其中，每一个面条都均匀裹上酱料，多层次的调料风味在口中迸发，香气四溢。这酱牛肉，酱牛哦，哎，这是牛干巴的，这吃好。花开也漂亮了哈。漂亮。这筋挺大了吧？这样呢，筋得了，你看肥的噻。那个人油味尖，是的。这边是等待。每天早晨，门口总是有不少食客购买新鲜的牛肉，牛肉的处理和烹饪有着独到之处，嚼起来很有质感，卤得非常入味，咸淡适中。汤的清香扑鼻，是一种非常干净直接的鲜美。生吧，面热热吃，要宽面细面。那个肥我多吃点的。牛骨的精华完全融入汤中，味道清淡却有层次，米粉滑溜溜地吸入口中，汤底的醇厚立即在口腔中扩散，从舌尖一直温暖到心底，舒服极了。你问小妹妹就对啊，哈，完是我这边是你搞了呀？我是不啊，哎，这个甩过来。这是什么辣椒？还挺辣。这个小米辣，小米辣，对，很辣是不是？
但是香哈，很香。不然我这个我拿起来呀。那一个大碗的狗肉大板。大碗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鱼香肉丝盖饭打包的。对。你好，能加面吗？啊，您给我加点面。最打动人心的味道，往往来自那些看似普通却凝结着时光的碗盏之间。黄汤拉面的独特之处，在于汤底浓郁且充满咖喱的香气，几片薄而不散的牛肉搭配香菜点缀，与面条的劲道相得益彰。整碗拉面简朴却有质感，每尝一口都能让人充满魔力。你要出来细了，补点的吧，补点这个纯手工的好东西。12啊？卖13个给我12嘛，6块钱，好东西。1.8块。好中饭。好中。绝对好吃。好东西，优惠便宜，自己做的。真正好东西。要不要？宫面也叫藕面，因其调戏星空而闻名。清朝时，地方官吏就以藕面常年进贡皇宫，故得名宫面。这个有啥区别呢？这是正宗手工挂面，手工挂面空心儿早晨客人。宫面工艺源于隋唐，盛延明清，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宫面煮熟之后，劲道爽口，面汤清澈，既可以做主食，又可以做汤面，特别适合病人和产妇、老幼等食用。真是好东西，正宗的，对，假一赔10，这挂面没有假的，是手工的，芒市果粉是薄饼蒸熟后的米粉，摊平裹上辣椒油拌好的馅料，酸辣鲜香，咬破滑糯的外衣，脆、酸、辣、香。粉丝、胡萝卜丝、炒韭菜、绿豆芽，还有花生碎的各种口感在口腔中交战，感觉把整个泼水节的喧闹都含在了嘴里，丰富的像热带雨林一样，鲜活又刺激。我也不知有几个。不是呀，这个泡面好看。不是呀，就是你上次在那个小吃店买的那个，真的，并不是那随便买，我们2个店送2个。可以不要少，可以有可以。回来了。花椒油能吃吗？马上哈。考驾照，当天就在即。先是速度35，学车考驾照，当天就在即。
要3两个肉。啊，3两再加，我们再加点那个肚子，加点肚子、肠子。有多少？3两这就有。好，加点肠子。这些饭钱嘛喊。不够了，你今天有几个人？不够。你们都吃嘛？好了没有？让我来吃嘛。才得1毛不赢。才半斤的一条。看看有。2碗米线多少钱？50。好。够了。你除以4吧。好。好，又买点鸭料。可以了。哎，你够了嘛？有几个人？5个人整1斤。都是一样来的。是的嘛。你这个都不行啊。好的嘛，这个没是标啊。就是走人好吃嘛，老把人。哎，我就是在你这里吃，你不知道。那吃的。我刚刚炸哈，加点水果还有枣。好。这种要吃的都不要求跑费，跑费。等一下我去给你。够了。再吃点肠子、豆子给啥？胃口。我整多了，好的，好了，够了。我称1斤。我可以的，1斤才加的。要碗哪个啥？这个老是怎么卖的？老话20块1碗，就几个了。哎，我套碗10钱。松明羊汤锅是赶集聚餐的标配，煮熟的羊肉按斤卖，老板会添加娃娃菜、土豆，煮到浓白，端上来，浓香直冲鼻腔。围坐汤锅旁，夹起的羊肉颤巍巍挂着汁水，顿时消除赶集的疲惫。你拿嘛？要抽你们心里，是吗？要举手烫的。就看这。来一碗大一碗羊啥子那个好不好？米线这边。好，吃了，好。吃了，好，看你。我来一碗米线大锅。不上了，那定位不上。我这打羊杂，还有一碗羊杂。我要了一份20元的羊肉米粉，汤浓肉嫩，碗里的薄荷叶让羊汤凭空多出几分草木清气，鲜得让人想对空作揖。给可以了，你问我。老板娘，我给可以了。有电了，可以了。谁的要洗面？鸡汤米线是龙头街的灵魂小吃，店家还有鸡汤馄饨，汤底是精髓，用的是土鸡，小火慢熬，肉烂汤鲜，热气扑面，像被春日暖阳裹入全身，温暖又踏实，是晨起赶集人的定心丸。你这边再放点佐料哈，连着桌子而且是摆的是细的啊。这边呢？你的汤什么？米线。熟的干。那个味儿米干，那个紫色的米干。哎，汤是猛的猛，哎呦猛的。说了。不够会加的，要不要加一点？加点。高端手机
黄牛肉文火炖足时间，肉烂而不散，汤清却滋味厚重。酸粉在牛骨汤中烫软即起，稀汤却不软烂，牛肉纤维在舌尖温柔瓦解。夹一块送入口中，料香与肉香在喉头缠绵，汤鲜的想喝干，一碗下肚，比蒸桑拿还通透。哎，二不起嘞！这个二不起了，哎，对，全家回来，一票多嘛？对。在这里，我这里哪个？这样，先这个大份。258，应该是吧？我加了。您有新的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哎，258的，这往后走完啊。常温的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还有碗面后面。我都在全家福，原价的。